一，有事没事别总发朋友圈，没人想跟你感同身受。二，学会低调赚大钱，一旦暴露出去，就会引来别人的嫉妒。感情上的事，过去就过去了，要懂得放下往前看。三，永远真诚对待别人，如果换不来真心，那就换个人相处。人脉的本质就是价值的互相交换。四，能让人清醒的，从来不是空口说教，而是撞到硬邦邦的南墙。五，在社交中，切记不要一上来就掏心掏肺，深交需要慢慢来，一步步加深了解。不值得交往的人要果断舍弃，在人品和人性之间，相信人性更实际。六，想发财赚大钱，就得学会看清趋势，选择比埋头苦干更重要。想赚点小钱，老老实实干活就行了。七，没人支持的日子，再艰难也要咬牙熬过去。没在深夜痛哭过的人，还谈不上真正懂人生。八，真正的成长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，往往需要很长时间，坚持不懈。在威胁面前勇往直前很重要，但别太逼自己，也别给自己定太高的期待。每一点自我觉悟的提升，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值得肯定。九，话少为妙，管住嘴也管住心，认知不同的人不用硬凑在一起。十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别轻易亮出底牌，见人只说三分话，别把心全掏出来，哪怕是对最亲近的人。11，有没有发现一些没钱的家庭里，个个脾气都很倔，关键不在于没钱，而是家里每个人都很固执，沟通起来费劲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差，所以很难有进步。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每天都在家里耗着，父母这样，孩子也这样，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这才是低端家庭的根本问题，通常这种家庭还伴随着贫穷。12，一个优秀的人得具备几个基本条件，首先得有好奇心，能主动去学新东西、新知识、新技能。其次是对不确定性保持乐观，即使当时没把握，不知道怎么做，也愿意去学，会去研究所有相关的内容。再者是不甘于平庸，所谓不甘于平庸，不是非要薪水多高或技术多牛，而是对自己有高标准。最后是对大事有判断力，选专业、选公司、选职业、选发展方向，都得有自己的判断，别被短期得失牵着走。13，所有人际交往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易，但不是冷冰冰的交换，而是基于价值对等以下的利益互助。人与人能走多远，除了感情深浅，价值和利益也起决定作用。好的关系都是平等的，其中最关键的是价值对等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反复有利益交换的关系才最长久。14，很多人都有种压力，觉得自己身边有很多观众在看着，其实你身上发生的99%的事，对别人来说毫无意义。每个人真正关心的，基本上只有自己。就算你是名人，就算有人议论你，本质上也不代表真的在乎你。你的死活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还不如菜市场省5毛钱来的重要。亲人或许会为你难过，但其他人早就唱起歌了。想到这一点，就容易看淡很多。15，有些人很奇怪，遇到大事拖拖拉拉犹豫不决，碰到小事却提前计划的滴水不漏。以前我觉得这是笨，现在发现有时候是懒，或者是害怕失败的性格。小事他做过，有经验有把握，乐意去做。大事需要动脑用心，他懒得费心思，就拖着，拖到没结果还能给自己找借口，说是命里注定错过了。这种人往往挑成功率极低或极高的事做，避开被人指责的风险。16，人生改变的关键在于调整模式。调整模式就是改掉阻碍幸福的旧习惯，创造有利于幸福的新方式。很多夫妻、母女、父女明明很爱对方，却被固有的情绪、行为、情感和思维习惯推着走，不自觉地互相伤害。结果越是付出，对方逃得越远，用老一套的思维和行为，只会重复同样的问题，在原地转圈，然后困惑地问，为什么怎么努力都变不了。想要不一样的生活，就得建立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。17，所有事情的秘诀都在于时间。18，上班最容易磨掉人的斗志，独自打拼才会让你越来越强。19，有点钱之后，
你会发现身边的好人突然多了起来。二是希望2025年能给你带来平静的生活，不再为过去的事感到失望、伤心和后悔。愿你尝试新鲜事物，认识新朋友，去从未到过的地方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